今天这堂课要跟大家讲的是基本防御。在基本防御来讲，我们要用的动作是攻防动作3、4两个动作来进行一个基本防御的练习。而我们的初步的基本防御呢，教大家的是所谓的手套式的所谓的拍打防御练习。那为什么一开始会用手套而不是刺手？其实跟一般的武术比起来，或是一般的道馆比起来，我比较偏向希望让学生做不戴手套、不戴护具这样子的练习。第一个是他们可以扎扎实实的去感觉自己的手掌、自己的手指，他们的每一次的动作的精细度，而不会他们今天就是用一坨的手套去接对方的动作。那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要避免学生受伤，所以会让他们先戴手套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防御拍打练习。主要就是用手套的内侧跟外侧去进行拨、拍、打、敲，诸如此类的一个防御的手感。那这个动作主要到时候会分成一个所谓的8个位置来进行基本的防御架构。那这当中呢，都会要求你必须要使用你的手套去进行所谓的防御。可是就算你今天用的是手套，请大家都要记得，你不要一股脑的只是一整颗往那边拍上去，而是要知道我用的手套是手套的手掌，跟我用手套的外侧是我的全背，而不是一整坨的一个大范围，就是提高超大的容错率去进行这样的防御练习。那这些防御呢，它不只是手部的动作，你还要加上你肢体的一个动作配合。那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把你的整个动作融入，变得比较灵活一点。好，再次强调，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课程。那请大家好好的去了解跟去体会。那今天如果你已经是比较高段的，你是一个充满自己想法的人，那你可以不用看下去了。我这边的课程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比较没有基础的学生，以及对于这个截拳道基础课程有兴趣的学生。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动作怎么做的吧。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个基本的手套拍打，它是怎么练习。刚我有提到，我们的手套拍打一开始其实就是8个路线。我们现在来看这8个手套拍打的防御动作是哪8个角度？直拳、直拳、勾拳、勾拳、下勾、下勾、负打，然后负打。对，那最后一个这个会比较难做哦。最后一个其实我们比较习惯的是绑手。那这个因为绑手要带拍，所以会比较不适应。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防御动作的第一个概念是，当我今天用右直拳在攻击他的时候，他的拍打主要要以他的掌底这块为主，然后尝试的带一点力道把我拍开。对，然后我回来了之后，他的动作要马上还原成标准动作。我们再看一次。哦，这个就比较偏是拨开，不是拍打。你要给我一点力道把我拍开。对，就像这样，你会发现我的手的路线会被它改变掉，因为直拳的动作是最容易改变路线的一个劲道，所以一定要掌握到这一点点的这个拍打的动作，而不要硬吃跟硬接。好，所以再看一次，好，这样子拍开，然后我们的左手它是用右手，对，那这个上来很容易会用肩膀去带动我们的动作，所以我们一定要习惯攻击主体要优先上。那因为它是从外侧上来。你肩膀有耸肩，对，好，就会比较容易拦截得到这个动作。因为直拳通常它的速度跟力道大概是这种感觉。好，那再来呢，我们的右勾，因为它是从外部这个方向进来，所以外部方向进来的时候，你也一样是以全背的方式去接。那正常我们不是用全背，现在是因为要让新进的学生先去练习这种点一下点一下的这一种打击防御感，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之后我们全部都是用小臂作为我们的主要防卫的点。这个防御很重要，你只要不小心扫了，你就有可能被攻进去了。再来换边。来下勾，来，在我们进行这样的防御的时候，这个的肩膀跟手肘的分离度非常重要，所以你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尝试把自己放松。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先去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这样的防御，而不是都用力量，或者是你觉得对手的攻击很大，我怎么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去防御住？其实你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只要你会寸进，
原则上，这种动作、这种防御，跟一般你认为不可能这样子就能够挡得下来的方式，在日后都可以。所以现在主要是先让你们去练习精确性，去练习接触感，去练习手感，而不是告诉你现在这个动作它可以让你防御一切的攻击。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那等到你这个固定的巴士按照顺序都打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做随机式的练习。那随机式的练习如果还 OK， 原则上这一课就过关了。你很用力，那么用力干嘛？放轻松。以上就是我们的随机练习，所以现在来跟大家稍微的示范一下，我们正常这种拍打动作可以怎么使用。这个就是用小臂的挡法。